影坛曾经极具传奇色彩的台湾女明星，多年来一直是男人们永远的梦中情人。她自然纯净不加雕琢的美，风华绝代，倾国倾城。知名导演徐克曾用50年才会出一个来评价她，她就是林青霞。然而今天我们的主角并非林青霞，而是她曾经的男友们。挖掘新闻内幕，讲述明星故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新闻哇哇哇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精彩节目。提到林青霞的男友，就不得不提她的初恋男友勾峰。当时勾峰27岁，因参加台视周末剧场歌唱比赛走红。当时已是颇有名气的歌星，男帅女靓，怦然心动，很快共遇爱河。勾峰人很善良，却有些不解风情。林青霞18岁与勾峰相识，勾峰比林青霞大9岁，所以比林青霞成熟很多，事业也远超林青霞。勾峰还曾被誉为琼瑶剧第一美男。两人交往后，林青霞整日就陪伴在勾峰身边，两人甜蜜交往了3年，最后还是因为距离问题分道扬镳。后来勾峰渐渐老去，他深知在演员这条路上他已经受到了年龄的限制，于是他决定经商。只是令勾峰没有想到的是，投入了大量资金的他竟然被骗，一夜之间宣告破产，而勾峰也因为压力过大逐渐谢顶，当年的帅气全无。破产后，勾峰为了改变局面，不惜每天陪那些有钱的朋友吃饭，只是希望他们能够伸出援手。只可惜那些所谓的朋友都并非真心想帮他，只不过是来看他的笑话罢了。所以每次提起这段往事，勾峰都格外心酸。林青霞的初恋结束后，又撞上了一个让他一生都难以自拔的男人。试镜时从未接触过表演的林青霞表现不太好，但是剧组的男2号秦汉却坚决力挺她当女主角，因为他觉得林青霞正好符合角色，简直就是为戏而生的。秦汉本名孙祥忠，1946年生于上海，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将领孙元良。20岁的孙祥忠就以慷慨为艺名，出演了几度《夕阳红》、《远山含笑》等琼瑶电影。林青霞在见到秦汉以前就是他的迷妹，看过秦汉演的电视剧《七色桥》，视这位长相英俊、身材高大的男演员为白马王子，这大概就是缘分。出门遇到梦中情人，还受到他无条件的力挺，林青霞内心不禁小鹿乱撞。可秦汉此时已经和富家小姐邵乔英结婚，并生下了女儿孙诗文。他的妻子邵乔英既有颜又有钱，不但娘家势力大，自己的化妆品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，对秦汉接戏包括广告代言都有帮助。一开始林青霞还能保持理性，尽量发乎情止乎礼，谁知经过秦汉的撩拨，让少女怀春的林青霞无法自拔。当媒体报道秦汉和林青霞绯闻时，邵乔英原本不以为然，后来发现不对，就怪招频出。她放下工作，每天和秦汉一起出门，跟着他到片场。秦汉中场休息时，他就赶紧迎上去，又是递好吃的，递水，又是帮忙擦汗什么的，以此宣示主权。这样一来，外界都知道邵乔英温柔体贴，而且看这么紧，林青霞也就没有可趁之机了。这令秦汉和林青霞十分尴尬，也十分痛苦。更过分的是，有时候秦汉不拍戏，一个人外出时，邵乔英就疑心重重的一直打林青霞家电话，接通挂掉，再接通再挂掉，如此一来，林家电话就一直占线，秦汉就算想打也打不进去。就在林青霞深陷这段痛苦的三角恋时，另一个男人又横插一腿，让局面更加混乱。当时年近50的台湾著名出版人平鑫涛和自己力捧的女作家琼瑶成立了电影公司，新店开张自然要大推力作，以期尽快打开局面。于是琼瑶邀请当时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林青霞、秦汉、秦祥林、胡因梦共同出演琼瑶电影《我是一片云》。此时秦祥林和萧芳芳离婚不久，风流不输谢贤的他一转身，发现了比自己小6岁的林青霞美得不可方物。于是秦祥林开始在戏里戏外对林青霞展开猛烈追求。此后秦祥林还继续和林青霞合作了《月朦胧》《鸟朦胧》，趁着秦汉还未离婚，不敢明目张胆地追求林青霞的机会，他进一步加强了攻势。正当秦祥林自以为独占优势，踌躇满志，可以抱得美人归时，
意外出现了。琼瑶写完新作《一颗红豆》后，在台北家中组织了一次聚会，席间琼瑶将她的好友，同为《皇冠》杂志作者的作家赵宁介绍给林青霞认识。当时赵宁35岁，事业有成，独缺一个娘子，于是琼瑶就介绍林青霞给他认识。两人后来还约会去阳明山玩，一来二去就谈起了恋爱。后来林青霞拍片，赵宁就作为工作人员紧随左右，搞得秦祥林在一旁干着急没办法，十分不爽，于是转身就和小他5岁的邓丽君传出了绯闻。同年，秦汉因为拍一颗红豆，无情荒地有晴天，和林青霞再度聚首，朝夕相伴，忍不住要旧情复燃。而林青霞和赵宁交往半年，早已宣告分手。秦祥林得知消息后大喜，再次追到林青霞身边，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。正和林青霞合作彩霞满天的秦汉见状也坐不住了，在榜样平鑫涛的激励下，他和邵乔英正式提出离婚。但是邵乔英不同意，两人开始吵架，甚至为一些小事出手。吵完之后，秦汉以为这婚离定了，不料邵乔英回娘家住了几天后，竟主动打电话要求和好。秦汉当然不同意，此事经媒体曝光后，舆论对林青霞和秦汉十分不利，谩骂抵制之声不绝于耳。林青霞一怒之下决定远走美国，这举动倒是让一直不能得手的秦祥林有缝可钻。林青霞前脚刚到美国，秦祥林就尾随而至，对她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追求。绯闻见报后，秦汉哭笑不得，而邵乔英因为守着一份鸡肋般的婚姻，实在食之无味，意外同意了离婚，财产分配不详，一对儿女却是一人一个。秦汉苦苦争取多年，一朝恢复单身，喜出望外，二话不说也捧着一颗真心去了美国。没过多久，林青霞就被秦汉从秦祥林手中抢到了自己怀里。秦林恋很甜蜜，两人在美国犹如神仙眷侣。琼瑶片里的男女主角至此从戏里走到戏外。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童话，两人在一起半年后大吵了一架，秦汉大怒，一气之下回了台北。谁料守在一旁的秦祥林立马见缝插针，向林青霞求婚了。林青霞正在气头上，竟然答应了秦祥林。订婚前一夜，林青霞打电话给秦汉，本想听他挽回，不料秦汉竟说随便吧，还数落他一顿，生生把林青霞推进秦祥林的怀抱，促进了两人的订婚。于是这边林青霞因生气答应了秦祥林求婚，另一边秦汉生气，转身和前妻邵乔英复合了，俨然一副看谁能气死谁的架势。只可惜破镜重圆虽好，毕竟曾有裂缝，好景不长，秦汉和邵乔英又开始吵架。到了1983年，忍无可忍的两人终于再次分手，和林青霞订婚之后，只差临门一脚。没能举行结婚仪式的秦祥林，听说秦汉又单身了，大惊失色，如临大敌。1983年和1984年间，正是林青霞主演《新蜀山剑侠》《警察故事》《今夜星光灿烂》的时候，需要经常奔赴香港，这令秦祥林很是不安，老担心他借拍片之名去跟秦汉鬼混，各种电话查岗。要不是自己也有事业要忙，估计他也很想像秦汉前妻邵乔英一样跟去剧组。时间一长，搞得林青霞也身心疲惫，很没面子。忍到1984年6月，他还是和秦祥林说了拜拜。这一次，秦祥林彻底放下了，转身和小他16岁的化妆师曹昌利结婚，随后决定退出娱乐圈，下海经商。虽然刚开始遭遇困难，但很快就靠着自己的实力赚取财富，成了有名的房产大亨。后移居美国，为2个儿子取名秦康忠、秦康华。此后，林青霞结束圣地亚哥国际大学学业，移居香港，接连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提名。而秦汉此时也是单身，他一个人带着儿子孙国豪过活，可能为了安抚单亲儿子幼小的心灵，暂时放缓了拍戏的事业进程，也似在等待林青霞的回归。两人离旧情复燃只差一根火柴。1985年春节，秦汉给琼瑶打电话拜年，电话中琼瑶又一次点燃了秦汉的希望，于是他立马打给林青霞，两人聊得不错，相约2个月后在东京见面。这是在美国怄气一别4年后，
两个人的第一次重逢。重逢后，秦汉送给林青霞一个大信封，林青霞打开一看，原来不是红包，而是用红纸剪出来的12颗红心，代表两人相识12年。这种琼瑶剧一般，虽不贵重却很浪漫的表达方式，再次打动了林青霞的心。于是林青霞特意在台湾秦汉家的对面买了套房子定居，并推掉许多工作，只是为了尽量多点时间跟秦汉在一起。到了1990年，林青霞和秦汉再次珠联璧合，假戏情真的主演了三毛编剧、内容影射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电影《滚滚红尘》。该片横扫台湾金马、香港金像、新加坡国际电影节，获得多项大奖。林青霞也赢得了她早就期待的金马影后。有了新晋影后的光环加持，林青霞的事业继续爆发，高潮一潮更比一潮高。之后林青霞再次受徐克邀请，出演《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》，最后电影上映后票房口碑双丰收。同年，林青霞在敦煌拍徐克监制的《新龙门客栈》时，被武器伤到了眼睛，忍痛拍完后紧急返回香港治疗。秦汉第一时间得知消息，却没有第一时间赶到香港去照看林青霞。更过分的是，连电话都没打一个。直到1个月以后，林青霞病情稳定了，她才从台湾姗姗而至。而秦汉离失去林青霞只差一场生日宴的距离了。电影监制徐克的老婆，著名发行制作人施南生过生日，林青霞作为正在合作的女星，受邀出席，在生日宴上认识了香港富商邢李元。邢李元见到林青霞心中一震，邢李元毕竟是商界精英，见多识广，他并没有太快做出动作，而是强作镇定，开始和林青霞貌似随意地聊了起来。这一聊，他对林青霞的印象更好了。当邢李元动了真心，下定决心要娶林青霞时，秦汉那种礼轻情意重的嘴皮子功夫根本不是对手。比林青霞大5岁的邢李元，尽管是离婚人士，还带着一个年幼的女儿，却很会照顾女神，嘘寒问暖什么的就不用说了，更重要的是实际行动。林青霞拍戏，邢李元会将各种美食、甜品、滋补品、新鲜蔬果、美丽的鲜花应有尽有，变着花样的直接送到剧组。两人在相恋1年之后，邢李元花费2000万举办了一场豪华的婚礼，林青霞开心的无以言表。此后，林青霞和秦汉长达20年的分分合合，终于彻底落下了帷幕。婚后的林青霞逐渐淡出影视圈，一心相夫教子。为了照顾女儿和不影响老公工作，据说还一度和邢李元签下协议分房税，一分就是10年。在林青霞的辅佐下，邢李元的商业帝国不断扩张，跻身全球前500大富豪。两人离婚的流言传了几次，但都被当事人否认。据港媒报道，秦汉曾接受某节目的采访，视频中秦汉穿着一件黑色 T 恤，戴着黑框眼镜和白色头巾，看起来中气十足，一点都不像70多岁的人。秦汉还现场展示了自己的篮球技术，在球场上挥洒自如，看起来活力满满，动作也都十分标准，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。秦汉表示自己以前1星期最少要打6天篮球，虽然体力依然十分好，但是从秦汉的脸上还是能很明显的看出他老了很多。虽然青春不在，但秦汉也没有一味留恋过去，他坦言自己不自恋，不会一天到晚沉迷在以前的辉煌里。虽一直处于单身的状态，不过看起来他一个人生活的也十分不错。在生命的长河里，不论是爱情天堂还是婚姻坟墓，有朝一日都会散场。从勾峰、赵宁、秦汉、秦祥林到邢李元，勾峰的陪伴，甚至还有传言称他倒追过一位初代功夫明星。今天就为大家详细盘点一下林青霞的各位男友们。第1位，秦汉。1972年，林青霞的美貌气质被杨奇发掘，正在试镜的她也被远处的大明星秦汉看中。那时的林青霞饰演一个清纯的女学生，虽然她没有任何演技可讲，但她够清纯，再加上男2号秦汉的力荐，宋存寿导演也就定下了女1是林青霞。两个人在戏里你侬我侬，可却丝毫不敢跃出雷池半步，
因为此时二人的背后都有家人陪伴，林青霞有勾锋，秦汉也有邵乔音。本以为两人不会有交集，然而就在拍戏结束的时候，秦汉越过了雷池，主动约着林青霞吃起了饭，就此二人开启了长达22年的纠葛。但是毕竟小三不被世人所接受，更何况是那个保守的年代，正牌邵乔音上线，作为陪衬的林青霞只能黯然退场。众所周知，秦汉曾是琼瑶的御用小生，年轻时曾是两岸三地一代人心中的男神，其儒雅沉稳的气质及风度翩翩的潇洒，一度被奉为男演员里的天花板。可随着岁月推移，渐渐步入晚年时光的他，已淡出影视圈多年，一直居住在台北老家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，正在享受着天伦之乐。近期有网民分享一则在公园篮球场偶遇秦汉打球的动态，久违露面的他近照亦是随之曝光。昔日男神身形消瘦，脸部皮肤松弛，整个人老态明显，男神迟暮不禁令人神伤。第二位，秦祥林。就在秦汉离场时，另一位金马影帝秦祥林加入了战局。在拍摄女朋友时，秦祥林与林青霞相遇了。不过，秦祥林不仅比秦汉人气高，更比秦汉专情。那时的他并没有对林青霞下手，他满眼只有女二萧芳芳。在拍完了这部剧之后，秦祥林就和萧芳芳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不久，凭借与林青霞2度合作的《长情万缕》，秦祥林拿下了金马影帝。同时2度合作也让秦祥林和林青霞成为了朋友。之后秦祥林凭借《人在天涯》2度斩获金马影帝，也成为了金马奖历史上靠琼瑶片获奖的独苗。同时他也和萧芳芳离了婚，恢复了自由之身。早就对林青霞垂涎已久的秦祥林，就趁着秦汉整日忙于应付邵乔音的同时，对林青霞发起了强烈的攻势。就在二人合作日益深入，再加上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，林青霞时常现身医院照顾自己，秦祥林也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时，搅局的人出现了。搅局的人也不是别人，正是琼瑶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秦祥林似乎已经折腾不动了，毕竟如今已经74岁了。甚至后来有粉丝叫他复出拍戏时，秦祥林还自曝自己天天在国外修马桶和水管，日子过得很满足，而且充实又忙碌。而后旅居美国洛杉矶多年，秦祥林再次回到台湾。在本次采访中，他先是讲述了一些国内的变化和发展，而后开始追忆起自己的过去，说着说着便拿来与现在的生活做对比。他说，人老了之后就变得深居简出，与朋友的互动也越来越少，因为不熟悉国外的风俗等等，很难在当地交到新朋友，到最后能够联系的人也不过就是往日认识的老朋友。但随着一大批老朋友的逝去，身边人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简单。第三位，勾锋。林青霞18岁与勾锋相识，勾锋比林青霞大9岁，所以比林青霞成熟很多，事业也远超林青霞。两人交往后，林青霞整日就陪伴在勾锋身边，两人甜蜜交往了3年，最后还是因为距离问题分道扬镳。勾锋这个演员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，但是在70、80年代，他曾被誉为琼瑶剧第一美男。当年的他红遍全国，多次担任琼瑶剧的男1号。几度夕阳红就是勾锋最经典的一部琼瑶剧，而勾锋也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影帝的殊荣。后来年过50的勾锋渐渐老去，他深知在演员这条路上他已经受到了年龄的限制，于是他决定从事经商。只是令勾锋没有想到的是，投入了大量资金的他竟然被骗，一夜之间宣告破产，而勾锋也因为压力过大逐渐谢顶，当年的帅气全无。破产后，勾锋为了改变局面，不惜沦为陪酒男，每天陪那些有钱的朋友吃饭，只是希望他们能够伸出援手。只可惜那些所谓的朋友都并非真心想帮他，只不过是来看他的笑话罢了，所以每次提起这段往事，勾锋都格外心酸。第4位，王宇。据报道，著名演员王宇在经历了6年与病魔的战斗后，于2022年4月5日早晨在医院安详辞世，享年80岁。王宇的女儿王馨平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宣告了这一遗憾的消息。她发文说道，父亲为人讲义气，重视朋友，银幕内外做人处事都是铁骨铮铮的侠客作风，一生精彩。抱着不舍的心情，
我们永远怀念父亲，相信他的经典银幕形象将永存于电影历史和影迷心中。见状后，网友们纷纷留言表达了自己的哀思，祝愿老先生一路走好，并且表示自己非常喜欢看经典频道中反复播放的王宇的电影。当然也有网友劝王心平节哀顺变，并且鼓励他一直是王宇的骄傲。2011年时，王宇自曝曾和林青霞有过一段情缘。王宇称，在离婚之后，隔年自己便和林青霞相恋，并说是林青霞主动联系他，但在一起半年后，王宇便以怕自己影响林青霞形象的原因提出了分手。第5位，赵宁。1978年，琼瑶写完新作《一颗红豆》，在台北家中组织了一次聚会。席间，琼瑶将她的好友，同为《皇冠》杂志作者的作家赵宁介绍给林青霞认识。琼瑶还颇带着些命令的口气，让林青霞带着刚刚回国的赵宁在台湾四处玩玩。当时赵宁35岁，事业有成，独缺一位美人相伴。虽然赴美留学多年，但他早就听闻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大美女，也是林青霞的粉丝之一。有了琼瑶的牵线搭桥，再加上年轻时的林青霞并不懂得拒绝，很快赵宁就抱得美人归。两人后来还约会去阳明山玩，一来二去就谈起了恋爱。后来林青霞拍片，赵宁就作为工作人员紧随左右，当时热恋中的两人甚是甜蜜。不过好景不长，在林青霞和赵宁交往半年后，他们就宣告分手了，这便让爱慕林青霞许久的秦汉有了可乘之机。至于赵宁，自从和林青霞分手后，荧幕上便少有她的消息了。第6位，行李员。众人都以为秦汉会成为最后的赢家，毕竟他和林青霞纠缠了这么多年。谁曾想，最终秦汉还是败给了富商行李员。多年混迹商界的行李员一眼就看穿了这位林青霞，她并不是荧幕上的侠女，她骨子里只是一个小女人，她渴望浪漫。之后，行李员就开始对林青霞发动攻势。在1994年，行李员向林青霞提出了结婚。那一年的6月，行李员在美国花费了2000万和林青霞举办了婚礼。林青霞也是丝毫不介意当后妈，在与行李员谈恋爱时，林青霞就用自己的真心把行李员的大女儿邢佳倩捂热，让她坦然接受了自己。婚后的林青霞在面对媒体采访时，激动的心情还是溢于言表，一直对着镜头喊：“我结婚了，看，我终于结婚了。”在与影迷分享喜悦的同时，也颇带有一丝嘲讽秦汉的意思。媒体也看出了林青霞其中的深意，在回台之后，就立马出现在了秦汉的身边，追着秦汉问怎么看待林青霞结婚的事。眼看自己无法逃避，秦汉转身来到了书房，写下了一句从此山水不相逢，莫道佳人长与短。除此之外，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最终抱得美人归的行李员了。尤其是在行李员与林青霞的感情问题上面，媒体甚至都希望扒出一点什么，又或者是证明一点什么。但很遗憾，林青霞与老公结婚这么多年，也传出很多离婚的假消息。她从头到尾都是笑着不说话，让一切谣言都选择自己慢慢的破灭。浮沉大半生，素有绝色佳人、东南亚第一美女之称的林青霞，也已经美人迟暮。不过，她创作的那些荧幕经典，依然是影迷心中挥之不去的白月光。至于各种离婚的谣言，各种八卦的消息，让他们都自然退散。